我爸是村里的男菩萨，他生来就不用下地干活，只用躺在床上伺候女人。每户人家有女儿要成年时，都要来我爸屋内待上一晚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爸突然满脸恐惧地抓住我的手：“快跑！这个村子里的女人都不是人。”我们村里并不富裕，可我爸每天吃的却是山珍海味。我妈每天要干3份活，赚钱给我爸买大鱼大肉，可这些鱼肉只有我爸一个人能吃，我妈不准我吃，连她自己也不碰。有一回我爸实在吃不下了，我趁着我妈不注意想偷偷吃掉，可不料一贯温和的我妈却发了大脾气，她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把我往死里打，我差点被她打断了腿，哭着求饶。自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偷吃我爸没吃完的菜。这天我妈又做好了3菜1汤，让我给我爸端进去。我闻着这些菜口水直流，可却也不敢再偷吃一口。我端着菜来到门口，门吱嘎一声从里头被人推开了，王姨满脸潮红的走了出来。她今年40多岁，可长得就跟20来岁的小姑娘没什么差别。王姨瞥了我一眼，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搭在我肩上。又来给你爸送饭。王姨的手很凉，跟个冰块似的。我没忍住打了一个哆嗦，点了点头。王姨抿嘴笑了笑，扭着水蛇腰就走了。屋子内弥漫着一股特殊的味儿。我爸躺在床上，眼神呆滞地朝上看着。由于长期没晒到太阳，他皮肤白得几乎透明，整个人看起来却十分浮肿，像是在水里泡久了似的。我把饭菜端到他面前：“爸，起来吃饭了。”一听吃饭这2个字，我爸脸上的表情却像是见了鬼一般。我不理解，因为在我看来，我爸吃的比村里任何一个人都要好。我妈为了让他顿顿吃好，累得手都粗糙了不少。爸，这肉是我妈一大早就去镇上买的新鲜猪肉，可好吃了。你王姨走了吗？我点了点头，他松了口气，但紧接着脸上就露出恐惧的表情。儿子，你知道吗？这村里的女人根本就不是人，就连你妈也不是人。我被我爸说的话吓了一跳。他每天要伺候村里至少10多个女人，是不是累傻了？我欲言又止，我爸看出了我想说什么，他凑到我耳边，咬紧牙关说道：“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下次有女人来我屋里的时候，你偷偷在门外看。”我连忙摇头。小时候，我因为好奇，也曾趴在门缝里偷看过，可还什么都没看到，就被我妈逮住了。我半条命都差点被我妈打没了。是不是下周就满18岁了？一想到我妈说成年礼会给我准备很多好吃的，我就直乐呵。我妈说嘞，下周村里要给我办一个风风光光的成人礼。傻子，那可不是什么成年礼，是要筛选你能不能成为合格的繁育者。要是你不合格，就会直接被他们……他话说到一半，突然停住了，脸色更加难看。我听得一头雾水。之前一直没找到机会告诉你，现在你马上就要成年了，我们必须趁着你成人礼前逃出这个村儿。这个村是吃人村，村里的女人都不是人，我们男人都是被他们控制的。我之前被你妈骗来这个村子，当时我和家里人吵架，也不想回去，索性就在村子里住了下来。起初村里的女人都对我很好，可是我渐渐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你没发现你妈从来没当着你的面吃过饭吗？我愣住了，我一想还真是，每次我妈做好饭后都让我先吃，她说她吃我剩下的就好。我以为我妈疼我，也就没放在心上，所以这么久了，我还真没看过她在我面前吃饭。我爸眼神闪烁着古怪的光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吃活人的食物，他们靠吸取人的精气活着。你知道为什么村里的祠堂从不让男人进吗？因为里头关着的就是一群被他们控制住的男人。他们把村里的男人分了等级，像我这种适合的就每天伺候他们，而像那些品质不怎么好的男人就关起来被他们吸取精气，品质一般的他们留着当苦力。你妈每天让你给我送来的饭菜里都被加了特殊的药，这些药能让我时刻保持亢奋的状态，方便他们。不过你要记住，一旦你看见了他们真实的模样，你也会一样看见他们平时喂给你的饭菜是什么样子，但你一定要保持冷静，不能暴露。他还想要跟我说什么，却一下闭上了嘴，脸上的表情变得极为恐惧。我顺着我爸的眼神看去，发现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趴在窗户前，她的脸压在窗户上，几乎被挤压的变形，可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们。我心里有些发毛。我妈推开了窗户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。你们父子俩难得聊那么久，你爸跟你说什么呢？就瞎聊呗。
或许是我爸的话影响了我，我觉得我妈的眼神瞧着十分瘆人，甚至有种阴森森的感觉。我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我爸的屋子。我回到自己房间后，冷汗直冒。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和村里的李铁柱偷偷去过一回祠堂。李铁柱先翻墙进去，我守在外头把风。可我等了很久，也没见李铁柱出来。那时候我等得不耐烦了，干脆就回家了。可没想到第二天就得知了李铁柱在河里溺死的消息。当时我还十分愧疚，可现在结合我爸的话一想，我后背冒起一股恶寒。李铁柱难道不是溺死，而是在祠堂里看见了什么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感到一股毛骨悚然的视线，像是有什么人正在盯着我看一样。我扭过头，原本合拢的门不知什么时候开了一条1指宽的缝隙，一只眼睛暴露在门缝中。我妈也不知道站在那多久了，面无表情的透过门缝看我，我吓得差点从床上弹起来，又强装镇静。妈，你干嘛？我妈推门走了进来，她身上系着围裙，围裙上多出了一片深红色的污渍，明明之前围裙上是没有的。我的眼神落在了我妈的手指甲盖上。妈是村里人，可却喜欢留着长指甲。她说女人天生爱美，喜欢留指甲。以前我觉得挺正常的，我妈以前也是个年轻女孩，可现在我却直突突。一个恐怖的念头在我心底浮现，万一我妈的指甲天生就这么长呢？我妈在我床边坐下，伸手就摸我的脑袋，她长长的指甲从我脸上划过，我从未感觉到如此毛骨悚然过。你爸是不是和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？没有啊。我妈叹了口气，你这孩子从小就不会撒谎。你爸是不是和你说了，村里的女人都不是人？看来你爸的病又严重了。你爸16岁和我到村子里时还是个正常人，可有一天他突然发病了。你爸发病时经常说胡话，我不让你吃那些饭菜，是因为里头专门治疗你爸的病的药。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你爸的病是越来越严重了。妈，那村里的祠堂又为什么不让我们男人进？那是我们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直都是这么过来。我们村里的人一直很信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包括每次都得选出一个男人伺候村里的女人，也是规矩。我妈这么一说，似乎也合情合理。你还不信妈妈？我看着她，心里不免愧疚。我出生后，我爸就一直躺在那屋子里，基本上都是我妈养活我的。小时候我连续高烧不退，是我妈一整晚没合眼照顾我。妈，我没不信你。妈去给你做饭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外头传来了点动静，我探出脑袋，看见孙姨挽着自己女儿的手来了。孙姨的女儿叫陈小曼，长得娇艳欲滴。我这会儿正处于情窦初开的年纪，陈小曼曾多次出现在我梦里。陈小曼是来找我的吗？我心跳有些快，可孙姨却挽着陈小曼往我爸那屋走去。我这才想起，陈小曼昨天刚满18岁，成年后的女孩都得去我爸屋子里。我脑子里又想到了我爸说的话，我妈还在厨房里做饭，我一咬牙就偷偷跟了出去。孙姨和陈小曼已经进我爸屋子里了，我蹑手蹑脚地趴在门口，竖起耳朵听着。里头刚开始没什么动静，没一会儿就传来了有些奇怪的声响。我脸有些燥热，但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听。我胆子逐渐大了起来，又轻手轻脚地推开一条门缝往里看去。孙姨和陈小曼两人都骑在我爸身上，闭着眼睛，满脸通红，并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。看来我妈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爸的脑子的确坏了。我准备离开，要是被我妈发现了，又得挨打了。可下一秒，我却看到了令我极为惊恐的一幕：陈小曼的眼睛突然变成了血红色，整张脸的表情变得狰狞起来。她张开嘴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我爸原本脸上享受的表情瞬间煞白无比，他瞪大双眼，眼睛几乎都快要突出眼眶外头。我捂住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陈小曼身上的气息变得阴冷异常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从她体内往外渗透。我爸身体抽搐般的弹动着，显然痛苦到了极点。可陈小曼却发出了娇嫩的声音。紧接着，孙姨的眼睛也变成了血红色。正当我看得心惊肉跳的时候，陈小曼突然停住了动作，她恢复成了正常的模样，转头跟孙姨说着什么。我听到她的语气十分诡异：“妈，外头好像有人偷看呢。”一瞬间，我心脏差点都停止了跳动。孙姨和陈小曼猛地拧头来，还好我动作快，早就躲到了后头的草丛里。紧接着，我就看到陈小曼的脑袋从门缝里钻出来，
准确来说是硬生生挤出来的。他的脑袋先是被挤到变形，又很快恢复了原状。陈小曼的眼睛飞快地左右转动着，那根本不是人类的眼睛能移动的速度。难道我刚刚听错了？他缩回了脑袋，我浑身被冷汗弄得湿透，几乎是连滚带爬的从草丛里钻出来，往家里跑去。这时，我妈刚做好饭出来。怎么这么多汗？脸色还这么差？我妈放下碗筷，朝着我走了过来。我心脏跳得飞快，此刻内心只有恐惧。我爸说的都是真的，孙怡和陈小曼是怪物，村里的女人应该也都是怪物，包括我妈。我强装镇定，连忙说是天太热了。你后背好凉，不像是热的。我妈的手跟冰块一样，她长长的指甲在我后背有意无意地划过。我一哆嗦，我妈咧嘴笑了。她笑起来和平时一点都不一样，嘴角弧度上扬的非常大。你是不是刚刚去你爸那屋了？我差点吓得半死，但脸上却不敢露出丝毫破绽。我连忙摇头说没有。我妈哦了一声，倒也没继续追问下去。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我发现她围裙上的暗红污渍比之前更深了。吃饭吧，我给你做了新鲜的老母鸡汤。你这孩子大热天的也冒冷汗，是得好好补补。眼看我妈没再追究了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坐到饭桌上。我妈掀开锅盖，一股香味混合着热气飘了出来。我心里害怕，就算再香，闻着也没胃口。我妈十分贴心地给我捞了一碗汤，我看了一眼，脸上的表情差点没绷住。这哪是鸡汤，分明是一碗泛着暗红色的浑浊汤水，散发着一股腐烂的腥臭味。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差点就吐出来。我妈脸上的笑容却加深了。赶紧趁热喝啊！我想起我爸说的话，一旦我看见了真相，我就能识破他们设置的障眼法。这个时候我一定要保持冷静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已经发现了真相。可我盯着这碗泛着腥臭味的汤，却是怎么也喝不下口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妈站在了我的身后，她整个头垂了下来，长长的指甲搭在我肩膀上，挨着我很近。怎么了？以前你不是最爱喝我做的鸡汤吗？还是说，是这碗鸡汤有什么不对劲吗？此刻我每个毛孔都在往外散发着寒意，我害怕到了极点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这碗汤我今天是必须得喝了。我一咬牙端起汤，屏住呼吸，咕噜一下就连喝了几大口。那种黏腻腥臭的感觉让我想立刻吐出来，我硬生生的忍住了。我妈见我喝了，才恢复了以往的温柔表情。好喝吗？我忍着恶心点头。我妈拍了拍我的肩，让我喝完，然后她去厨房收拾碗筷了。我趁着她离开的功夫，赶紧偷偷把剩下的汤倒了。这时，我听到外头我爸那屋传来开门声，陈小曼和孙怡面色红润的走了出来。他们比进去之前看上去要更加风情万种了。陈小曼也看到了站在窗户前的我，她对我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，喊了一声远子哥。此时的她看上去就跟普通刚成年的少女没什么区别，可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。我没忘记她变成怪物的样子有多么恐怖。小曼，要不要找小远玩会儿？妈就先回去了。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还记得小远小时候说过要娶你呢。啊！小远，孙怡就不当你们的电灯泡了，我先走了。要是以往，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可我现在看见陈小曼的脸，内心就只有恐惧。而且我总觉得陈小曼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了。以前她看我的眼神是羞涩含情的，可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作用，我总感觉她现在盯着我的眼神像是在看猎物。陈小曼满脸羞红的朝着我走了过来。小远，带小曼回你房间坐坐。我硬着头皮和陈小曼来到房间，可不料陈小曼刚进去，我就听到咔嗒一声，是门反锁的声音。小远哥，这下没人和我抢你了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第一反应就是要翻窗逃跑，但下一秒陈小曼又笑了起来。我跟你开玩笑呢，小远哥。他走到我边上，依偎着我坐了下来。以前陈小曼身上有一种好闻的香味，我总爱靠着她坐着。可现在，她身上的那股味道却像极了腐臭味。小远哥，
刚刚我进你爸那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外头呀？他的手轻飘飘地搭在我大腿上，我注意到他的指甲也很长，很锋利。我本来想着给我爸送点吃的，可见到你们进去了也就回来了。你难道忘记小时候我偷看被我妈打个半死吗？我可不敢了。也是。小远哥，成人礼之后你会不会来我家提亲啊？要以往我早就美滋自己了，可现在我满脑子都是成年礼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情。我心不在焉地应付了陈小曼几句，陈小曼有些失望，也就没待多久离开了。等她离开后，我妈又让我给我爸送点水果过去。我看了眼他切好的水果，又差点没吐出来。我终于明白我爸为什么那么抗拒吃我妈做的东西。这些切好的水果里头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腥臭味，表面还有暗红色的斑点。一想到我和我爸这么多年就吃的这东西，我捏紧了拳头。我端着果盘推开了我爸那屋的门。我爸一听见门开的声音，身子猛地哆嗦了一下。当他看见是我的时候，脸上恐惧的表情才散去。我爸的脸和身子比之前更加浮肿了一些。一想到陈小曼对我爸做的那些事，我就心疼的不得了。我向外望，确定外头没人之后，才带着哭腔喊道：“爸，我都看见了，我现在相信你说的话了。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”小远，我们得趁着今晚逃走。我爸用力地抓住了我的手，他的手滑腻腻的。我低头一看，竟看见我爸的皮肤像是会呼吸一样上下起伏着，里头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每到夏季，就是这些女人的繁衍季，她们会吸取适合的男人的精气。我现在的身体里早就被他们折腾得不成样子了。那我又是怎么来的？小远，你不是我和你妈亲生的，你是她在村附近捡到的孩子。这么多年，我也早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。这次咱们逃出去的话，我们俩就在城里一起生活。得知我不是我妈生的，我反而松了口气，至少我不是怪物的孩子。可我们要怎么逃出去？这么多年，我终于发现这些怪物的弱点。他们的身体就算用刀砍断，也有自动愈合的能力，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怕阴气。只要用阴气束缚住他们，我们就逃得出去。你是说让我用阴气对付我妈？我脑海里瞬间闪过以前她对我好的画面。小时候，她摇着扇子，唱着摇篮曲哄我入睡。我在电视里看到城里小孩都有漂亮书包，第二天就看见我妈满头大汗的提着书包出现在我面前。虽然我已经知道她是怪物，可如今让我对她动手，我竟有些犹豫起来。我爸看出了我的犹豫。小远，他对你好，只是因为你有可能是合格的繁育者，并不是每一个男性的身体都适合。像我这种适合的几乎是少之又少，所以他们不断的要从村外诱骗男性进来，然后圈养起来。如果你不制服他，那死的就是我们。我猛地一个机灵，是啊，我爸说的对，成年礼是他们给我定等级的时刻。如果我不适合，运气好点，我被留着当苦力；可运气差点的话，我就会被他们一直控制住。就算为了我爸，我也得带他逃出这个村子。我和我爸约好了凌晨2点逃跑，他告诉我，这个村子的女人非常团结，一旦发现有人逃跑，他们必然会选择先追捕，到时候我们趁着夜色逃跑，就没人顾得上我们了。等我走后，村里又有2个女人走进了我爸的屋子。我暗自握拳，今晚一定要带着我爸逃离这个村子。由于脑子里全想着逃跑，我心不在焉的样子还是被我妈发现了。小远，我总感觉你今年不对劲。没有啊。以前暑假你满村跑，现在整天闷在屋里。我是你妈，我最了解你，你有什么变化我还能看不出吗？我知道他的关切是假的，他只是在试探我。你中午从你爸那屋子回来后，整个人就不对劲儿了。小远，妈都说了你爸有癔症，不管他跟你说什么，你可不能放心里啊。我在心里冷笑一声，我分明都看见了你们这些怪物的样子。小远，明天妈带你去医院看看，你爸这病会遗传，妈怕你也……怎么可能？你爸发病时总说村里的女人是怪物，说饭菜是腐烂的，还说祠堂里关着男人，医生说这病可能遗传给下一代。小远，你要是也看到那些东西，一定要告诉妈，也许还有得治。一时之间，我彻底懵了。我努力告诉自己，这一定是我妈骗我的，她故意试探我，想让我露出破绽。我装作我爸什么也没告诉我的样子。妈，那祠堂里到底有什么？你要真想去看，
我也不是不能偷偷带着你去，这本来就是村子100年来的规矩而已。谁也不知道当初老祖宗为什么定下这种规矩。小远，那就是一个普通的祠堂而已。我当即就表示要去看看，我妈还真答应带着我去了。我跟在我妈后头往祠堂走去，越往祠堂走，我心跳得越快。万一这是我妈的诡计呢？可我心想，我还没到成人礼，她应该不会现在就对我下手。终于，我们到了祠堂门口，我妈环顾四周，快速小声说道：“现在没人，我在这守着，你快点进去。”我鼓起勇气走进祠堂，可一进去我傻眼了。这的确就是一个普通的祠堂，祠堂里摆放着很多先祖的牌位，上面供奉着很多已经燃烧了的香。除此之外，祠堂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，连一丝血腥味都没有。我不死心，又里里外外查看了一遍，确实是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。等我准备出去的时候，我听到外头我妈在跟孙姨说话。小远这孩子难道也发病了？他爸当时就在成年世时发病的。我也不确定，他爸当时差点对我动手，就怕小远这孩子做出什么错事。可我问他，他却什么也不说。真是辛苦你了，还是等明儿带小远去城里的医院看看吧。我站在那儿，陷入了巨大的迷茫和困惑。难道我和我爸真的有病？从祠堂出来后，我魂不守舍的，我盯着我妈的背影，心里十分迷茫。我看到的到底是真是假？这么多年，我妈养我的辛苦不是演出来的。村里人也对我很好，平日里村里的男人看着也没有任何异样。要是这些女人真是怪物，她们难道不会想着逃跑吗？一时之间，我又开始怀疑起来。到了晚上，我妈做好晚饭，又让我给我爸送去。我爸的样子比下午更加虚弱了，他眼睛下面一圈浓黑，看着像是将死之人一般。小远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一定是你妈又对你说我是得了癔症，你也犯病了吧？所以你才会看到村里的女人变成怪物，饭菜也变成了腐烂的东西。她是在骗你。这些怪物最擅长的就是骗人了。可我去看了村里的祠堂，那里没什么特别的，也没关着男人。每次村里有男人成人礼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提前把祠堂里的人转移走。他之所以能带你去看，就是知道那些人已经被藏起来了。小远，爸求你相信我一次，也相信你自己的眼睛。凌晨1点，我偷偷溜进我妈的房间，手里攥着一串银链子。这是我爸藏了很久的东西，他说是当年进村时带来的。我妈紧闭双眼，呼吸均匀，显然正在熟睡。我心一狠，悄悄靠近她。我手里握着银链子，迟迟掏不下去。万一是我真的犯病了呢？这可是我妈啊，这是让我亲手对付她。我脸皮疯狂地颤动着，手也止不住的颤抖。可一想到我爸那痛苦的模样，我最终还是咬了咬牙，将银链子轻轻绕在了我妈的手腕上。银链子刚碰到我妈的皮肤，她就猛地睁开了眼。她难以置信地盯着我，脸上的表情既绝望又悲伤。银链子接触到的地方开始冒出细微的白烟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我妈发出痛苦的闷哼声，可她却没怪我，只是喊着让我快跑。小远，妈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，你快跑啊！别管我了。我想跑，可脚却怎么也迈不开。看着我妈痛苦的样子，我终究是不忍心。很快，我把银链子从她手腕上取了下来。我妈的手腕上留下一圈焦黑的痕迹，她奄奄一息地看着我，可却没半点怪我的意思，反而伸出手，颤巍巍地摸了一下我的脸。这一刻，我嚎啕大哭起来。我们的动静很快吸引来了村里人，他们赶紧把我妈送去了医院。我坐在救护车上，看着已经陷入昏迷的我妈，手足无措。你妈这辈子是欠你们父子俩的。我当时就说了让她打掉肚子里的孩子，可她非不听。你就算发病了，那你妈这么多年对你的好你都忘了。孙姨，对不起。对不起这话留着等你妈醒来亲自说给她听吧。我妈被送进了手术室，我坐在走廊冰冷的椅子上，一颗心揪在了一起，心里祈祷我妈没事儿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妈还没从手术室出来，我又累又困，支撑不住，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但很快我就被一阵窃窃私语的声音吵醒了。
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坐在我身边的孙姨不见了。走廊里的白炽灯一亮一灭，发出滋滋的电流声。医院里一片死寂，之前还有些其他病人的说话声，现在却全消失了。唯有手术室的灯还亮着。我起身往手术室走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手术室的门敞着一条缝隙。我紧张地趴在缝隙前，想看我妈怎么样了。可我却看见孙姨也站在里头，里头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，可他们根本就没有戴口罩，也没有穿手术服。我妈躺在里头，任由医生将身上被引起灼伤的皮肉处理掉。她睁着眼，早就清醒了过来，可她却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样。那些被烧坏的皮肉处，竟以极快的速度生长出了新鲜的肉。孙姨阴恻恻地笑了起来。马上就要到小远的成人礼了，他把身上的营养也被我们吸收的差不多了，你可真不小心，差点就让小远用银器伤了你。我脚底一阵发凉，仿佛被钉在了原地。我妈笑了起来。要不是我用了这苦肉计，这孩子总想着跑走。他的成人礼之前可别出什么意外。他的嘴角完全裂开到耳下，眼睛变成了血红色，散发着诡异的光。紧接着，那些医生的眼睛也变成了血红色。孙姨问：“万一小远不适合做繁育者呢？”我妈诡异地笑了起来。养了这孩子这么多年，我们也不能白养。理智告诉我，我应该逃跑，可我的脚却像是灌了铅，无法动弹，后背早已全是冷汗。我又被这些怪物骗了，他们是真的怪物，就连这些医生也是怪物。我用力地咬住舌尖，疼痛让我恢复了一点理智。我转身就要跑，可不料我却看到陈小曼从电梯里出来，她咧嘴笑着看着我。小远，你要去哪里？我惊恐地扭过头，手术室的门打开了，里头的几人都齐刷刷地看向我，脸上挂着怪异的笑。我尖叫着，发了疯地撞开陈小曼，往外跑去。可很快，脖子处传来一阵刺痛，几个白大褂将我按在了身下，说我发病了，已经给我注射了镇静剂。我的意识和视线逐渐模糊起来，模糊之间，我看见我妈还躺在手术室的床上，她身上插着管子，并没有醒，被灼伤的皮肤也没有恢复。陈小曼流着眼泪，痛苦地看着我。小远哥，你和叔叔一样癔症发作了。孙姨站在我旁边唉声叹气，求医生一定要治好我。这一刻，我又搞不清楚到底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些怪物又在演戏。很快，我就失去了意识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，天花板是白色的，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，是医院。我猛地坐起来，浑身上下检查了一遍，没有伤口，没有被绑住，一切正常。窗外阳光刺眼，楼下有汽车鸣笛的声音，这不是村里的医院。我松了口气，可紧接着心脏又提到了嗓子眼儿。我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我只记得自己被按在地上，脖子上传来刺痛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门被推开了，进来的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。他笑了笑。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警惕地盯着他。你是谁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他在我床边坐下。我叫周明远，是市里精神科的医生。你是被当地卫生院转院过来的，说是癔症发作，伴有暴力倾向。我愣住了。转院？谁把我转来的？周医生翻开病历本。你妈妈她也被非送进了医院，就在楼下病房。她坚持要先把你转到大医院来治疗，说自己没事。我妈，我脑子里乱成一团，那些血红的眼睛，手术室里割肉重生的画面到底是真是假？我问他，周医生，我到底有没有病？周医生推了推眼镜，没有直接回答。你父亲也是我的病人，他的病历我研究了很多年，你们家族确实有遗传性精神疾病的可能，主要表现为幻觉、被害妄想、饮食障碍等，但你目前的情况还不算严重，只要积极配合治疗，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生活。我沉默了。我能见见我妈吗？周医生带着我下了楼。当然可以，不过她现在还在恢复期，你最好不要刺激到她。推开病房门的时候，我看见我妈半躺在床上，身上缠着绷带，手腕上还包着纱布。她看见我，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。我站在门口，脚像钉在了地上。她的眼泪是真的，声音是真的，
关心的表情也是真的。可那些血红的眼睛呢？我走过去，在他床边坐下，我妈伸手摸了摸我的脸，就像小时候那样。她嘴里反复念叨着：“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妈不怪你，是妈的错，是妈的错，没早点带你看病。”我盯着他的手指，指甲还是那么长，可除此之外一切正常。我问他：“我爸呢？”他的表情僵了一下。你爸在村里，有人照顾他。我和我妈说我想回去接我爸，他突然激动起来，牵动了伤口，疼得直皱眉。不行，你爸现在病情稳定，你回去会刺激到他。等你治好了，我们再一起回去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可又说不上来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住在了医院里，每天按时吃药，按时接受心理治疗。周医生说我的病情在好转，那些幻觉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了。可只有我知道，那些不是幻觉。每天晚上我都会做同一个梦。梦里，我妈站在手术室门口，嘴角裂到耳根，眼睛血红。每次我都在尖叫中醒来。隔壁床的病友老赵被我吵醒过好几次，但他从来不抱怨。老赵40多岁，沉默寡言，手上全是老茧。他是从外地转来的，据说是因为长期失眠导致的精神衰弱。有一天，我忍不住问他：“你也是被家里人送来的？”老赵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我问他：“你家里人做什么的？”老赵说完是种地的，就翻过身去，不愿意再多说。我没在意，以为他只是不爱说话。可有一天夜里，我被噩梦惊醒后，发现老赵的床上是空的。我以为他去上厕所了，可等了半小时，他也没回来。我起身出了病房，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只有白炽灯发出嗡嗡的声响。我走到走廊尽头，发现楼梯间的门虚掩着。推开门的瞬间，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，腐臭的、令人作呕的气味，和村里那些饭菜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我捂住鼻子，顺着楼梯往下走。地下1层灯坏了，只有安全出口的绿光悠悠的亮着。我看见老赵站在走廊尽头，一动不动。我喊了他一声，他没有回头。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老赵转过头来，眼睛直直的盯着我。他的眼神很奇怪，不像是在看一个人，更像是在打量一件货物。他突然开口问道：“你也是从那个村子来的？”我一愣，问他：“什么村子？”老赵没有回答，而是慢慢撸起了袖子。他的手臂上密密麻麻全是疤痕，那些疤痕排列得很规律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刺入过。老赵的声音很轻，轻的像是怕被人听到。“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？”我摇了摇头。他说：“是针眼，他们用很长的针从我身体里抽东西。”我问他他们是谁，老赵没有回答，而是转过身去，慢慢往回走。走了几步，他突然停下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别相信这里的医生，他们和村里人是一伙的。”那一晚我彻夜未眠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找周医生，想问问老赵的情况。可当我推开病房门的时候，老赵的床已经空了，床单被褥都换成了新的，像是从来没有人住过一样。我问护士：“老赵呢？”护士问我是哪个老赵，我说就我隔壁床的40多岁那个。护士翻了翻记录，一脸茫然的和我说：“这个病房一直只有我一个人。”我后背一阵发凉。不可能，他昨晚还跟我说话了。护士关切地问我，是不是又出现幻觉了？要不要叫周医生来？我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回到病房后，我蹲下来看了看老赵床底下的地板，灰尘里有一个清晰的烟头烫痕，是老赵每晚偷偷抽烟留下的痕迹。我不是幻觉，他真的存在过。可他去了哪里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他不存在？我心里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，老赵说的可能是真的，这里的医生和村里人是一伙的。我开始偷偷观察周围的一切。白天我表现的一切正常，按时吃药，配合治疗。晚上我不再睡觉，而是竖起耳朵听走廊里的动静。第3天夜里，我终于等到了。凌晨2点，走廊里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，不是护士巡房的那种脚步声，是刻意放轻的、鬼鬼祟祟的脚步声。我透过门缝往外看，2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推着病床走过来，病床上躺着一个人，被白布盖住了脸，但露出来的那只手我认得，是老赵的手。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食指和中指之间有一块明显的黄色烟渍。我捂住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
我猛地回头，是周医生，他脸上挂着温和的笑，笑意却没有到眼底。小远，这么晚了不睡觉，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慌张道：“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”周医生刷开门禁：“这里是不允许病人进入的，回去吧，我送你。”我跟着他往回走，后背全是冷汗。到了病房门口，周医生突然停下脚步，他转过身看着我：“小远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有些事情不知道反而是一种保护。”我问他：“老赵去哪儿了？”周医生沉默了几秒。他转到了一个更适合他的地方。说完他就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病房门口，浑身发冷。第二天，我偷偷用护士站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，是我在城里读书时认识的同学，叫刘凯，他家就在这座城市，父母都是警察。我压低声音说：“刘凯，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负2楼？”刘凯沉默了几秒：“你疯了？查医院干什么？”我让他别管了，帮我查一下就行。他答应让他爸帮我问问。挂了电话后，我心不在焉地回到病房，刚推开门，我就愣住了。陈小曼坐在我的床边，她穿着一条碎花裙子，头发扎成了马尾，看起来和村里那些女孩没什么区别。她站起来，眼圈红红的：“小远哥，我来看你了。”我慌张地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走过来拉住我的手：“阿姨说你病了，我放心不下。小远哥，你什么时候能好起来？村里人都很想你。”她的手还是那么凉，我强忍着甩开的冲动，勉强笑了笑：“快了。”陈小曼靠在我肩膀上：“那就好。小远哥，等你好了，我们就结婚好不好？”结婚？我脑子里闪过那些血红的眼睛，胃里一阵翻涌。小曼，我现在不想谈这个。她抬起头看着我，眼里有泪光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我摇了摇头。她笑起来：“那等你好了，我们就订婚。阿姨已经同意了，孙姨也同意了。”我妈同意了，我心里咯噔一声。我妈同意什么了？陈小曼歪着头看着我：“同意我们结婚啊，小远哥，你不高兴吗？”我看着她的脸，那么漂亮，那么温柔，和正常的女孩没有任何区别。可我知道，那张漂亮的皮囊下面藏着什么。我违心地说：“高兴。”陈小曼满意的笑了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“那我等你。”她走后，我瘫坐在床上，浑身发抖。他们在安排婚事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已经通过了筛选，成了合格的繁育者，还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让我活着离开？刘凯的电话是在3天后打来的，他声音严肃：“园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在查什么？我爸说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负2楼根本就没有备案，图纸上显示那栋楼只有负1层，负2层是不存在的。”我心脏猛跳。刘凯压低声音：“但我爸同事说，2年前有人报警说负2楼非法拘禁，可去查时什么都没找到，后来报警的人失踪了。园子，你到底惹上什么事儿了？要不要我让我爸介入？”我攥紧了电话，指节发白：“先不要，你再帮我查一下我爸妈的身份信息，还有我是从哪儿来的。”挂了电话后，我坐在床边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负2楼不存在，可老赵确实被推去了那里。那些声音，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，如果医院是正常的地方，为什么要隐瞒负2楼的存在？除非那里藏着不能被外人看到的东西。这天晚上，我做了个决定，我要去负2楼，不管下面有什么，我都要亲眼看到。凌晨1点，我起床穿好衣服，把枕头塞进被子里，伪装成有人在睡觉，然后我溜出病房，直奔楼梯间。负2楼的楼梯间门还是锁着，但我早有准备。我从护士站偷了一张门禁卡，滴的一声，门开了。走廊里的灯没有开，只有安全出口的绿光。我摸黑往前走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。走廊尽头的那扇门今天关着，但门缝下面透出微弱的光。我走过去，把耳朵贴在门上，里面有声音，很多人的声音，有人在说话，有人在喘息，还有人在笑。那种笑和我妈在手术室里的笑声一模一样。我浑身汗毛竖起，可我没有逃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伸手推开了门。门后的场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，至少有上百平米。天花板上挂着一排排白炽灯，把整个房间照得惨白。房间两侧是一间间锁着门的病房，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躺着的人，男人。他们衣不蔽体，瘦得皮包骨头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像是昏迷了一样。
有几个房间里的人已经不动了，身上散发着腐臭的气味。房间中央是一张病床，上面躺着一个男人，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围在旁边，他们的眼睛变成了血红色，直直地盯着病床上的男人。男人的嘴被堵住，发不出声音，只有眼泪不停地往下流。我认出了那个男人，是老赵。我大喊一声，冲了进去。几个白大褂转过头来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他们的眼睛是纯黑色的，没有眼白。其中一人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，说来了一个不听话的，是周医生那边的病人。既然我送上门来了，就不用等筛选了。他们朝我走过来，我转身就跑，可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，是陈小曼。她穿着护士服，头上戴着护士帽，笑盈盈地看着我。小远哥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吼道：“滚开！”陈小曼歪了歪头，嘴角慢慢裂开，眼睛变成了血红色，散发着诡异的光。小远哥，你不是说要和我结婚吗？怎么现在想跑啦？我往后退了一步，撞到了一个白大褂身上，血红的眼睛从四面八方盯着我。我闭上眼睛，以为自己完了。就在这时，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像刘凯的声音大喊：“别动！”警察！我睁开眼，看见一群人冲了进来，穿着制服，手里举着枪。带头的那个中年男人长得和刘凯有7分像，是刘凯的爸爸。陈小曼和那些白大褂愣了一下，随即脸上的表情变得狰狞无比。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？刘凯从人群后面走出来，朝我使了个眼色。有人报警了。我这才发现他手里拿着一把铁锤。刘凯晃了晃手里的手机，而且你们刚才的样子我已经录下来了。陈小曼的脸彻底扭曲了，她的五官开始移位，皮肤下面有什么东西在翻滚。你们以为就凭你们几个人类能对付得了我们？话音刚落，房间里的所有人同时露出了血红的眼睛，身上的气息变得阴冷异常。刘叔大喊：“开枪！枪声响了！”子弹打在他们身上，打出了一个个窟窿，可那些窟窿很快就愈合了。陈小曼的声音变得粗哑难听：“我说过，没用的，你们人类只是我们的猎物。”这时，门口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，说：“那可不一定。”我转头看去，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老头走了进来，他手里拿着一个金属罐子，上面连着喷嘴。老头咧嘴笑了，说这是高浓度浓缩银离子喷雾，对他们那种玩意儿比硫酸还好用。他按下喷嘴，银白色的雾气喷在那些怪物身上，他们的皮肤瞬间冒起了白烟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陈小曼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捂着脸往后退。老头催促警察们快喷他们的脸，警察们接过罐子朝那些怪物的脸上喷去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陈小曼捂着脸在地上打滚，皮肤开始溃烂，露出下面灰黑色的真身。我不敢再看，转过身去，老赵还在病床上。我冲过去解开了他身上的绑带。老赵的眼睛半睁着，嘴唇干裂出血，他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走，快走！”我背起老赵，我带你走。我跟着刘凯往外跑，身后是惨叫声和枪声交织在一起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共救出了17个男人，都是从各个村子被诱骗或者抓来的。老赵被送进了另一家医院，医生说他的身体严重透支，需要长期治疗，但他活下来了。刘凯录下的视频被送到了上级部门。几天后，大批警察和军队进驻了那个村子，我没有跟着去。刘凯告诉我，他们到的时候，村子已经空了，所有的女人都不见了，只留下一些被关在地窖里的男人。我爸也在其中，他被救出来的时候已经瘦得不成人形，身上全是伤痕，但还活着。看到我的时候，我爸哭了。我以为你……我抱着他，也哭了。爸，没事了。没事了，都结束了。半年后，我爸的身体恢复了很多，虽然还需要人照顾，但已经能自己走路了。我们在城里租了一套小房子，我找了份工作，一边上班一边照顾他。刘凯时不时会来看我们，带些水果和日用品。老赵出院那天，特意来我家坐了坐。老赵没说太多感谢的话，只是在我爸面前跪下来磕了个头。要不是你儿子，我这辈子就交代在那儿了。我爸把他扶起来，两个男人相视无言，眼眶都红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陈小曼站在村口，嘴角裂到耳根，眼睛血红。可这次我没有害怕，因为天亮了，阳光照在她身上，她尖叫着化成了灰烬。我醒过来，
窗外确实有阳光。刘叔后来告诉我，全国类似的村子还有好几个，都在陆续被清理。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，从哪里来，没有人说得清楚。但他们怕银气，怕银离子喷雾，也怕光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怕被发现。一旦暴露在阳光下，他们就无处遁形。我走到窗前，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车水马龙，人间烟火，这些都是真的。那些血红的眼睛、腐烂的食物、怪物，都已经成了过去。我爸在客厅里喊我吃早饭，我应了一声，关上窗户，转身走向他。门外的阳光很暖，我想明天一定会更好。